大家好，娱乐圈有很多貌似毫无前后关系的那一种观点，其实背后总会有大量暗藏因果的说道。比方说，李易峰在2022年的上半年出场了一部大剧，轰轰烈烈的开场了，跟着呢狼狈不堪的收场了。那么狼狈不堪的收场之后，居然下半年李易峰本尊居然也狼狈不堪的社死收场了。这就仿佛一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和开发空间之后，就特别容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当然了，这跟新闻我的先知先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有时候回过头去看过去，去看历史的话，好多的问号都成为了句号了。有意思的是，新闻我最近同样反复提及的一个名字，这刚刚好掉了个个儿。2022年的上半年狼狈不堪的开场之后，这个人2022年的下半年居然风风光光的收场了，甚至于还有更多的风光在前方。所以说世事无常，赵丽颖、王一博在这么一种模糊不堪的世界当中，按照新闻我铁口不绝的2个字走下去的话，肯定可以走出个艳阳天出来。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问我，有时觉得低调和高调界限很模糊，有时王一博明明低调的跟个粽子似的，结果依旧在网络间高调地上着热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比方说，最近网友在北京偶遇王一博逛街，也不是网友眼尖，这个背影也太熟悉了。一身黑色装扮的王一博虽然休闲低调，但在人群中很是出挑，难得看到王一博这么悠闲。王一博这高挑的身材在人群中都是很亮眼的，难怪粉丝一眼就认出了他，果然背影也很帅。于是乎9月19日有网友评论，这真的是王一博吗？这个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王一博，那走路的姿势、妆容和神态，这就是演员王一博。王一博是一个对酷帅有执念的男孩，但他每次进组拍戏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彻底的交给了角色，把自己从内而外与角色融为一体。这种低调看来藏不住高调，所以摩托姐姐一致期待在国庆期间一起把备用的旗袍带上，先来看《长空之王》。同样还是9月19日，很多网友评论，远离艺人私生活哈，跟咱普通人一样吃吃喝喝逛逛，没啥好看的。想看的话，国庆来电影院看《长空之王》，是由刘晓世执导，桂冠、刘晓世编剧，王一博、胡军、于是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演的电影，保证铁粉眼球管饱看够。如果说王炸弟弟王一博是被动的低调变成高调，王炸姐姐赵丽颖最近倒是亲民不怕高调。赵丽颖堪称85花中的拼命三娘，一边有热度剧待播，另一边正在赶拍新剧。就算她没有频频公开露面，但本人的热度却始终不减。近日，网上疯传一张合影照片，主角正是赵丽颖和剧组工作人员。在这张合影中，赵丽颖虽然身形娇小，但姿态却是相当霸气，尽显大女主的气质。她微笑看向镜头，一手将合影的工作人员搂在怀中，另一只手则叉着腰，充满女霸总的既视感。除了这张合影以外，两人还有其他造型的摆拍。就互动状态而言，两人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在另外2张合影中，赵丽颖转变风格，化身小娇妻的姿态，倚在对方肩头，亲密地搂着对方的腰，再配上她标志性的甜美，整体状态重回巅峰时刻。在最后一张合影中，赵丽颖对着镜头甜笑，一边还做出爱心手势，
而另一只手则使劲攥着对方的 T 恤。工作人员解释称，这是因为赵丽颖担心对方的衣服太肥，显不出苗条的腰身，特意用手动的方式为对方塑形。原来赵丽颖是担心对方在合影中吃亏啊，真是一股清流了。因为在内娱圈中，经常出现女星担心合影被艳压，特意突出自己或是丑化对方的行为。看得出来，赵丽颖的确是个实在人。从合影状态来看，估计两人是在拍戏期间完成的。因为赵丽颖还是穿着戏中的造型，一身青白相间的裙衫，再配上简单的古典披发，虽然整体看起来略显素净，不过这种色调更衬肤色，搭配她在剧中的清淡妆容，越发有种神仙姐姐的氛围。此外，从头型到服装造型，赵丽颖在剧中的状态确实与刘亦菲的小龙女有几分神似。虽然3张合影看起来美美哒，但有网友指出照片磨皮太厉害，导致赵丽颖的脸上除了五官以外，基本就是一个白团的状态，看不出任何皮肤的细节。尽管看起来很完美，但缺乏真实感。特别是对于女演员而言，只有真实的脸才能做出生动的表情，否则与满街流行的网红脸还有什么区别呢？这说法您能挑得出毛病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自然没有半点问题。询问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工作人员如果不磨皮，怎么敢跟电视剧女王一道出镜呢？如果工作人员严重磨皮的话，旁边合照的赵丽颖能独善其身吗？赵丽颖磨不磨皮，真的不是王一博士的主动被动的被拍选项。要黑这个美白出名的小美女，真的需要找个硬刚的理由才行，绝不是磨皮这种完全经不起推敲的零思想硬黑。询问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不？其实，在赵丽颖最近一部待播剧的剧照中，就较好的保留着她的原生态状态。比如肉嘟嘟的脸颊和略宽的下颚骨，再到呈现出初衰迹象的法令纹，这些看似女明星的颜值瑕疵，却能成为女星塑造角色的制胜法宝，更加贴合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当然了，这名工作人员可能是为了呈现出偶像的最佳状态，才特意修图美化了自己，这点需要搞清楚。无论如何，就剧组放出的一些花絮照来看，赵丽颖的状态确实提升不少，不再是有翡时期的疲惫感，就连她与林更新的最新剧照也充满了古偶仙侣的梦幻感。希望这部剧不会仅仅是照片的效果，可以贡献出精彩剧情和经典角色。期待两位携手再度创造《楚乔传》的收视高峰。回马古偶的赵丽颖再次在横店碰上几位老熟人，包括杨幂，这种热闹申万我也聊过多次的了。娱乐圈更新换代频繁，如今双阳双赵成了新一代女星顶流的代名词。所谓的双阳双赵，是指杨幂、杨紫、赵丽颖和赵露思。近几年，很多热播剧都出自这4位女明星。不过，许多人认为赵露思能够与前3位放在一起，有些出人意料。从目前的实力和资历来看，赵露思还是差了一些。4位女星中，杨幂的人气有目共睹，从当初的轻功戏一炮而红，再到当选4小花旦，以及现如今捧人无数的公司老板，无论是综艺还是个人生活，都被大家广泛关注。杨紫呢？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到香蜜沉沉烬如霜，余生请多指教，亲爱的热爱的，不仅剧火，还带火了邓伦、李现等男明星，扛剧女王的人设在圈内有口皆碑。赵丽颖即便是结婚生子，甚至是离婚风波，也并没有影响到她。陆贞传奇、花千骨、知否知否、有匪都是她主演的爆款电视剧。这3位女星，无论是从国民度还是各类资源上，都是毋庸置疑的花中翘楚。而今年刚刚23岁的赵露思，毕竟出道年头短，知名度无法和以上3人相提并论，但纵观她这几年的发展，用飞跃来形容却完全不为过。2016年，赵露思成为芒果 TV 的大热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的嘉宾。可爱甜美的赵露思被观众喜爱，攒下了演员。2017年的《凤求凰》是赵露思首次触电的里程碑。2018年，赵露思迎来自己主演的第1部网剧《我的皇帝陛下》。赵露思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洛菲菲，
在这部剧中，当时的肖战还都只是个男3号。从此，他开始征战网剧，并且所向披靡。2020年，赵露思搭档丁禹兮主演了古装言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凭借甜美的长相和一张圆润的娃娃脸，吸粉无数，一举成名，获得了第7届横店影视文荣奖最佳女主角奖和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奖。2021年，迪丽热巴、吴磊主演的《长歌行》上线，赵露思在剧中饰演女2号大唐公主李乐嫣，这个角色也让赵露思的风头直追女主迪丽热巴。同年，赵露思主演的偶像剧《一不小心捡到爱》和古装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相继上线，热度持续上升。2022年，赵露思搭档杨洋主演的 S 加级古装武侠言情剧《且试天下》播出。这部剧不仅是腾讯的大制作古装剧，男主更是号称初代顶流的杨洋，能拿到这样的资源，赵露思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7月，《星汉灿烂，月升沧海》播出，赵露思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程少商，在今年的暑假当中，热度和口碑都非常不错。回看赵露思的演艺经历，前期演过少数配角，从2018年开始，大多都是女主角。唯一的一个女2号李乐嫣，人设和演技甚至比女主角色还要吸粉。短短5年，23岁的赵露思就从网剧女主成为了 S 加剧女主，这样的演艺经历也是没谁了。所以，以她这样亮眼的成绩，直追杨幂、杨紫、赵丽颖，并称为双杨双赵，也是可以理解的。大部分的偶像剧都有大量情感戏，让观众最大程度的沉浸其中，需要男女主角适配，也就是俗话所说的 CP 感。这一点上，赵露思做到了。她在每一部戏中都能和对方产生化学反应，也是很厉害的。和刘宇宁在《长歌行》中的浩烟组合，和杨洋在《且试天下》中因为太有感觉而传出绯闻，和吴磊在《星汉灿烂》中又组成无路可逃 CP， 都让人磕上了头。总之，作为95花当中一番作品出圈率最高的一位，无论是从运气还是成绩角度来看，赵露思的确已经超过了太多人。然而，这内娱小花双杨双赵的，差不多算是长江后浪与前浪的新说法，你又认同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倒是感觉90的杨和赵都是走逗趣耍宝、网红乖张的路线，跟85的杨和赵实在不同。后两者真正靠的是轻易虏获人心的灵动和颜值，前两者出现审美死角的地方真的不少，举手投足比比皆是，这点能够看懂的人大概率不多。说到这，申万我还是要问一问一个关于申万我最近经常提到的铁口，也就是说，哪部电影成为了今年的逆天传奇呢？哪位女主又因着这部电影一下子成为了今年一战翻身的最强传奇呢？有意思的是，还是同样这个魔幻2022年的今年的上半年，同样这位超厉害表现的女主，居然同时成为了砸烂口碑的悲催代言人，而且同框中还有赵丽颖的前夫哥。可以说烂剧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而且让申万我非常笑而难语的是，上半年的烂剧当中，名角满天飞，戏骨追，让申万我为今年盖棺定论的相当铁口的魔幻这2个字更加的魔幻了。首先，申万我同样费尽口舌的人世间和开端等2部风格完全不同的戏，给2022年的影视行业开了个好头。家庭与社会、悬疑与温情2部剧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人生百态，没想到就这也没能阻止烂剧的频繁产出，月上新剧，月都扑街。这句话几乎是今年上半年影视剧的真实写照。2022上半年评分最低的10部剧，您或许真的想不到哪部剧能够真正扛得起烂剧之王的称号。第10名，相逢时节 4.8 分，主演雷佳音、袁泉、张艺兴。从《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等大 IP 剧之后，正午出品必属精品的口号是越来越响亮了。况且这部剧不仅有影后袁泉的加盟，刚从人世间里走出来的雷佳音
还有流量派转型的张艺兴，有演技，有话题，还是正午阳光的剧本制作。所以在人世间之后，相逢时节被定义为新的王炸。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也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最终，这部自带话题与流量的剧被打出了4.8分的低分。公正地说，演员的演技绝对是没问题的。那是什么导致了该剧的持续走低呢？首先是剧情，俗套的两家世仇加上后辈的感情纠葛，没有槽点，更没有新意。其次就是编剧的问题。将一个故事分成3个时间线来讲，横跨主演的少年、青年、中年3个时期，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都没讲好。他想给观众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少有人能体会到，绝大多数人感受到的都是凌乱。明明是大女主人设，却被编剧硬安了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将女强人强化成一个只会咋呼的女人，受害者无缘无故的宽恕。张艺兴所谓的报仇又有点摸不着头脑，说着世仇的时候又加入了商战，想讲事业的时候又插入了婚姻，以为是互相救赎的时候又加入了危机。看完这部剧只能大呼一声，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什么都拿不到。只是可怜雷佳音，本来凭着周秉昆能大红大紫，结果一部相逢时节就将他的事业拉下了水。第9部新居5.8分，主演海清、童瑶、张颂文、冯绍峰。说实在的，新万我也聊过，这新居还没定档的时候，就开始铺天盖地宣传人世间的续集、现实主义大作等，打着心灵与住所的名号，却演了一出三观不正的狗血大剧。首先声明，这部剧全员演技都是非常不错的，毕竟是2大视后联袂主演，童瑶还有小章子怡的名号，这些名角，相信任何熟悉本频道的老朋友都耳熟能详，如捡贯耳了。但整部剧看完就总结了一句话：不能好好做人，我就是要做。海清在里面饰演的冯小琴就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为了上海户口而结婚，典型的把婚姻当交易。高攀也就不说什么了，偏偏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角色，手里拿着10万块钱就要买250万的学区房，并本着我借钱我有理的原则，对童瑶饰演的大姑姐进行道德绑架。而童瑶在里面本是一个女强人的人设，偏偏生了一个恋爱脑，还将婚姻当儿戏，一边与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一边吊着喜欢自己的人当备胎。怎么说呢？如果身边真实存在这样的人，那一定是人人得而骂之。总之，看完这部剧，只能说和定义的新居毫无关系。就算海清再有演技，也不能将观众的三观强行掰弯。申万我只能说，剧本的烂能够让一位演员的眼神杀完完全全的失去方向，黯淡无光。好在海清的聪明还是让他弯道捡起了申万我几次深扒过的2个字，这2个字同样深刻影响着赵丽颖、王一博的前路。第8部《舌尖上的心跳》，主演宋祖儿、阮经天。在2022年还能看到这样的剧，真的是让人大为震惊。一个失去味觉的厨师，一个天生味觉灵敏的少女，想必大家不用看就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吧。女孩在酒店打扫的时候，为了直接睡在客人的床上，被男主抓了个正着。女孩为了证明自己将马桶打扫干净了，直接拿起水杯从马桶舀水，并豪迈地一饮而尽。2人不打不相识，并开始了在厨艺上的传奇道路。更搞笑的是，女孩能品出菜里的每一味调料，偏偏不知道鸡精是什么味道，还要大半夜跑到厨房去偷看。拜托，能不能接近现实一点？这样进去不会被报警吗？再者说，鸡精不是家庭必备吗？老套的人设，老套的故事，竟然在全新的2022年播出，只能用无力吐槽4个字来形容。全网求一双没有看过这部剧的眼睛。题外话的是，申万我不知道阮经天这个名字在您心目中的分量，在申万我的眼里一直找不到欣赏的点，所以顺便在此求教一下。第7部《且试天下》，主演杨洋、赵露思。在左耳之后，阳光男孩走进大众视野，并
并红得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是美男子的第一人选。而网红鼻祖赵露思更是通过一部部画风甜美的剧，成了甜宠网剧的扛把子，演技也在肉眼可见的上升。这种上升，刚刚新万我也稍稍对比分析过了，所以不再废话。因此，两人合作的且是天下播出时，在下还是带着10万分的期待立即观看的。果不其然，这部剧自带劝退光环。首先，杨洋帅是真的帅，但偶像包袱也是从来没有放下过。不仅每次说台词之前都要给下巴找好角度，就连站着也是板板正正，绝不含胸驼背。而赵露思遇强则强，遇美则美，每每和杨洋站在一起，也是站得直溜溜。因此，这部剧还没播完，两人就有了端王与端王妃的称号，其中含义不言而喻。比体型更无语的，应该就是里面的武打场面。杨洋武打场面打赏的词条，可是宣传时期的重头戏，但真正开播之后，果然还是采用了最新版的旋转加慢动作来表现武艺高强，杨洋更是一把扇子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样的场面再加上赵露思的发困式演技，让人时刻在出戏的边缘徘徊。拜托啊，姐姐，有谁被剑穿透心脏，还能面无表情的定向晕倒呢？总之，这部剧就是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颜值的存在。在座各位按需观看。第6部《山河月明》5.5分，主演冯绍峰、颖儿、陈宝国。这部剧筹拍的时候，宣传最多的就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要把这部剧打造成教科书式作品，卯足了劲要与大明王朝一决高下。因此，网友在期待的同时，开始担心大明王朝地位危移，但在播出之后，才发现是网友多虑了。两者明显不在一个维度上。首先，作为君臣分明的时期，抗旨罪名最轻的也要被当街处斩，再有些文官进谏，最起码能株连3族。但在这部剧中，臣子不但能拒绝皇上赐婚，还能议论皇子的不作为。而朱棣与妻子本就是少年伉俪，夫妻情深，偏偏在这里又被加上了一个白月光初恋。但这还不算完，明朝作为白手起家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和朱棣是知名文盲，但在这部剧中，两人不但能识文断字，朱元璋还能抽查朱棣的功课。看到这里，无数条弹幕飘过的都是难道骗我的是历史书？整部剧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吃下宣传画下的大饼，这别说还原历史了，就是连尊重历史你也没学到吧？难怪不少网友都发出建议编剧学习明朝历史的感慨。第5部《林深见鹿》，主演靳东、李小冉。没错，靳东在这部剧里又演精英了。当然了，演技还是千年不变的精英脸加疯狂说教。今天我们主要介绍剧情，第1集就放出了重磅消息，男女主要离婚，这一下子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谁不想知道个为什么呢？但后来的剧情却表示，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所以我要离婚。这相信看不懂这里的应该不止1、2个人吧？这离婚的理由也太儿戏了。关键是两人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还去吃了一顿散伙饭，但这顿饭吃的是不是有点过于缠绵了？烛光晚餐已经够浪漫了，后面还有两人深情对望、缠绵拥吻的场面，热恋跟离婚傻傻分不清楚。但再往后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中年人的矫情。3个离婚的男人开始花式追妻，且人均精英白领，商业战争加上中年夫妻的分分合合，何止油腻？你可以永远相信靳东的演技。这句话不是夸赞，是劝退。老套的剧情，熟悉的演技，矫情的人设，网友给出这样的评分，倒是实至名归。第4部《婚姻的2种猜想》，主演杨子姗、彭冠英。虽然以婚姻作为本剧的重点，但讲述的内容只能说是强行贩卖焦虑，强行制作矛盾。首先是一种新颖的婚姻模式，两人在某平台邂逅后，通过软件分析是否合适后，当即选择携手一生。婚后开始面对的还是那一套老套的婆媳矛盾、夫妻磨合、孩子与事业等等。更重要的是，里面竟然还有女德班的出现，再一次想靠男女地位来制造矛盾与话题。不过
这种博眼球的行为实在不可取。但更毁三观的是，里面还有原谅出轨这样的劝说词。不知道什么样的脑洞才能写出这样的剧情呢？当强强联合的两人在面对婚姻与事业二选一的时候，女方就成了一个被迫回归家庭的存在。当孩子因为意外流产时，男主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不仅没有心疼，甚至还说了一句：“这下你可以去工作了。”如此阴阳怪气、毫无价值观的存在，单纯的为了狗血而狗血，真是越来越看不懂现在的电视剧了。只能说，如果这样的电视剧也能被强力推广，只怕编剧必须要租一个厂房来放刀片了。第三部《盛装5.4分》，主演宋佳、袁咏仪、王耀庆、宋祖儿、陈赫盛装出席，只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必定是一部贴近时尚的剧。但这里的盛装却一点都不时尚。宋祖儿在里面虽然是一个职场小白，但是初次来到行业里数一数二的杂志来面试，再怎么着也不能穿成土包子吧。黑框眼镜、白色衬衫、黑色包臀皮裙，再加上一双红色高跟鞋，就算是10年前地下商场的老板娘也不这样穿了，好吧？而不小心露出吊牌这样的戏码，也是沿用了10年前的风格。再就是剧情、时尚商战、办公室矛盾等戏码，其实是职场上不可避免的一些事。而作为转型期间的盛装，却演出了小孩子过家家的即视感。天台往下扔模型，故意将咖啡倒在地上。开会时总监装哭，跨部门互相诋毁等等，很多人看完这部剧就一句话：这个写时尚的编剧一点也不时尚。更重要的是，陈赫在里面演戏永远在用曾小贤的脸，形态语气无一例外，相信没有几个人不出戏吧。身外我其实也是相当喜欢曾小贤的人设的，但是一招先吃遍天就让人烦死了。作为职场大戏，还有袁咏仪、王耀庆、宋佳等演技派的加盟，硬是因为不恰当的剧本毁了，观众更是发出将满汉全席做成隔夜菜的感受。乍看绝世爽剧，实则毫无根据，过眼云烟而已。第二部《欢乐颂3》，主演江疏影、张嘉宁、杨采钰。影视剧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喜欢给爆款剧拍续集，比如《甄嬛传》的姊妹篇《如懿传》，比如《琅琊榜》之后的《风起长林》等等。再有蒋欣、刘涛、杨紫、乔欣、王子文等欢乐舞美打造的《欢乐颂》，一夜之间爆火。之后，资本迅速嗅到了里面的商业价值，并用原班人马打造了《欢乐颂2》。5年之后，《欢乐颂3》再次上线。只不过这次有点纯的蹭热度了。首先，主演全部大换血，与原来的欢乐舞美毫无关系，典型的旧瓶装新药。其次就是剧情浮夸，演技堪忧，一番女主江疏影仍旧是以清汤寡水的演技再次上线。最后就是人设虚浮，不接地气，明明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穿衣服不是露大腿就是露肚脐，严重脱离现实。正午阳光蹭热度失败，今年第2次遭遇口碑滑铁卢。第一部竟双成3.9分，主演李易峰、陈钰琪。在宣传时期，李易峰的粉丝对这部剧的期待值无数次被拉满，谁不想再见到当年的百里屠苏呢？实话实说，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其实也同样出现过如无意外的期待值。但播出后只看弹幕，就听到了无数粉丝心碎的声音。李易峰什么时候肿胀成这样了？小说中的翩翩公子成了一根大法棍，再加上这个奇特的造型，这还是当年的小屠苏吗？抛开颜值不谈，演技也是这部剧的硬伤。陈钰琪作为女主，只会用睁大眼睛与调整嘴角弧度来表达情绪，再配上李易峰人到中年的老骨头，两个人无数次用大眼瞪小眼来演小说中酥麻的感情戏，编剧的肉麻情话是最大的感情输出。原作中雌雄难辨的角色美人变成了大法棍，只能说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小说被魔改的最吓人的一次。演技尴尬，颜值堪忧，剧情拖沓，5毛钱特效满天飞。网友给出的3.9分应该是相当尊重现实的，甚至还有一部分鼓励分。申万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
烂到这种地步，李易峰的市场价值真的是一铺清袋了。结果呢，您也看到了，最近申万我所长篇描述的各种一铺清袋，您能看得出、听得出各种的前因后果，人间无奈吗？很多顶流其实说白了，很少有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坠落的前因后果，注定是暗藏背后的。就像申万我之前的开篇提到的，你不野蛮就会被人野蛮，你不努力就会被人撸力。申万我说到这10部剧注定只是上半年烂剧的一部分，今年出现的史上最强的烂剧，申万我可是第一时间深扒过的，是哪部剧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调回记忆，写下感想。这些人均踩雷的出品，有哪部是你看过的、吐槽的呢？同样欢迎您在评论区中诉说懊恼，特别是李易峰的登顶之作，只会让人更多的感慨吧。不过，或许到了明年那个诡异的2023年，您或会发现，原来李易峰还不是最悲催的那个人，因为现在才到9月底，后续一定还有新的剧上映，相信烂剧也会属于持续输出的状态。申万我希望能多一点贴近现实、贴近地气、传递正确价值观的好剧本出现，而这些强制狗血、强制矛盾、靠尬演或者理不清剧本的戏，除了看完满心尴尬，也没有别的感受了。那么，你觉得今年的烂剧之王在上面10部剧中吗？还是会在下半年杀出重围，给观众来一个惊艳亮相呢？有对比就有伤害，王一博的傲娇还是肉眼可见的。拨云见日，竞逐光明，由陈晓、王一博、王劲松、刘奕君等主演的现实题材禁毒刑侦剧《冰与火》已经高燃收官了，一地的精彩。您打算在评论区中继续说些什么呢？正邪之战一触即发，为揪出犯罪团伙制毒窝点，陈宇获得上级首肯，决定背水一战，只身前往敌营。陈宇、吴振峰能否默契配合，一举闯过生死关？陈宇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挣脱泥沼？幕后 BOSS 杨兴全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剧集尾声，挣扎、压力、对抗等汇聚成的压迫感几乎夺屏而出，无不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冰与火以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精心设计的高信息密度台词，紧凑推进环环相扣的情节设定，倾情呈现一出现实感禁毒大戏。燃情致敬一线禁毒英雄，将关照现实高度融入艺术创作中，充分展现禁毒题材作品的生命力及艺术价值，获得外界一致好评。对比申万我刚刚提到的10大名角辈出的烂剧，《冰与火》剧情持续高能，好评不断，鲜明成长痕迹一展人物弧光。以现实滤镜独有的写实感记录禁毒警察的日常，《冰与火》故事叙事及明快节奏被外界誉为手术刀式的精准呈现，主角王一博扎实深入角色，也贡献诸多难忘场面。陈宇一通电话开启上帝视角般的高能输出，一口气盘清24集，并顺利帮助伙伴取得对方的信任，令观众拍手称绝。在审讯阿坤结束后，陈宇将条条零碎线索串联，在头脑内清晰复盘，串成一整条完整线索，内心戏丰富，代入感十足，观众纷纷直呼云和第一大聪明。与杨兴全上演极致拉扯，紧张之余又贡献了颇多笑点。在调查茶厂订单的同时，陈宇抽丝剥茧，开始怀疑杨兴全。王一博将禁毒警察特有的职业敏锐度甚至直觉都精准呈现。决定孤身犯险后，角色再度迎来反差，投向敌营，奔赴一次极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此时陈宇身上肩负着禁毒警满满的使命，随着人物成长，愣头青般的耿直顺理成章化为一份不屈与坚毅。如《冰与火》编剧所言，陈宇是整个剧本里人物弧光最明显的一位。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他对正义、对警察身份的理解和认知也会逐渐发生更深刻的转变。王一博本次的深刻呈现，令外界对陈宇警官狠狠共情，好评满满，细腻刻画正邪势力命运分支。黑白角逐倾力致敬一线禁毒英雄，串起了一个个精彩而窒息的瞬间。除了紧凑的情节安排及恰到好处的悬疑感，一众演员的倾力付出也为剧集带来最优化呈现。冰与火的立体故事线及枪战、卧底、边境厮杀、
人心暗战为一体，对每一位演员都是极大的考验。王一博也为陈宇付出颇多。开拍前，他为角色增肌剪短了头发，甚至把相关纪录片都看了一遍，学习持枪用枪，实地拜访了多位禁毒警察。在拍摄一场为保护证据被毒打的戏份时，王一博被勒得青筋暴起，面色涨红，真实感夺屏而出。与兄弟、对手、上级之间的对手戏处理得内敛而细腻，注重人物真实情感表达。无论是演员王一博还是禁毒警陈宇，都带来有眼可见的变化。冰与火敢于拓宽叙事视野，从警察、内鬼、制毒师、打手、毒贩等视角切入，利用多维叙事策略，全方位展现一线禁毒警察职业的艰辛与不易。随着人物框架的铺开，观众可以切实感受到警察的智慧无畏，毒贩的凶残嗜血，并以毒品为主线呈现其默默改写多人命运的切实危害，潜移默化唤起观众对毒品的警惕心，树立打击毒品的自觉意识，致敬只身行走黑暗只为世界无毒的禁毒战士。可以说，收官的《冰与火》为外界带来更多感动与回忆，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期待陈宇带来更多惊喜，包括即将上天的长空之王。深万我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说到您心坎了呢？有意思的是，跟长空之王一起分国庆蛋糕的还有一部同样的顶流担纲，那就是《万里归途》。《万里归途》上映在即，深万我早前提到的王俊凯现在算是成功混入主流电影，其他两位队友却深陷舆论漩涡。王俊凯早年不惜毁掉形象主演断桥，似乎就是想要抓住机会混入主流电影圈，但没想到电影上映时女主马思纯逆行的事情，却让电影口碑大幅下滑，最终票房异常惨淡。这些硬核，深万我也已经第一时间与您深扒分享了，如果再次好奇的话，不妨再次自助和回顾。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国庆档，王俊凯又带着新电影来了，跟着新的狙击也再度袭来。这个魔幻的2022年和说不完的时间点，您 get 到了多少呢？深万我又深扒了多少呢？这次的《万里归途》是非常典型的主旋律电影，搭档的还是影帝张译。可以说，王俊凯靠这部电影成功混入实力派电影演员行列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部电影的阵容几乎都是实力派，即监制郭帆《流浪地球》的导演，女主演是樱桃，配角也是实力派，因此这次也是他是否能成功转型的关键。这也是让人忍不住想到同组合的易烊千玺。要知道，自从易烊千玺出演了《长津湖》之后，他就成了最年轻的100亿票房演员。而如今，王俊凯是终于有望靠着《万里归途》超越易烊千玺了。当初不少人都以为组合里发展最好的就是易烊千玺，但如今看来，发展的再好，不注意个人德行，也迟早要塌房。易烊千玺经过小镇做题家事件后，目前几乎很少露面，想要重新走花路，估计是非常困难了。毕竟这件事实在是让不少路人的好感都败光了，而王俊凯也被视为能顶替易烊千玺的存在。目前看来，王俊凯或许才是组合中发展最好的。毕竟除了易烊千玺之外，组合中的另一个成员王源近日也是遭到了不少丑 W 困扰。近日杨颖抽烟被拍后，王源多年前室内抽烟的事情又被旧事重提，当时几乎是被全网黑遍，导致如今王源的人气始终不太好。目前只能寄希望于王俊凯别塌房。说到这，根据深万我永恒追求第一时间的另类视角，您觉得王俊凯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能彻底消停吗？深万我老实说，娱乐圈一盘棋，您能看懂多少呢？其实王俊凯真正混入主流实力派小生的路还比较漫长，毕竟如今电影圈内非常流行小鲜二配老戏骨的配置，几乎可以说流量质量能两手抓。因此，近年来的不少电影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选角原则。而与王俊凯一样有望在国庆档大展宏图的顶流人马，其实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王一博。在这个国庆档，他绝对是有望碾压王俊凯的一匹黑马，因为国庆档电影中连续有2、3部都有他，并且搭配的也都是老戏骨，甚至有影帝梁朝伟。可以说，王一博的资源也是压根不比王俊凯差的。但也有个别网友坚持认为王一博的演技实在太差、面瘫等等等等。
所以与王俊凯比起来完全比不过。虽说王俊凯的演技无法与那些老戏骨相提并论，但对比王一博的扑克脸演技就显得灵动了很多。两人打擂可以说王俊凯是以1打2，但未必就没有胜算。说到这，您感觉火药味是哪里点燃的呢？是不是老是没完没了呢？申万我今年年初就一直铁口的，绝对属于全中国首个独家独创的娱乐圈蛋糕论。您能嗅出铁锈味道吗？因为明明已经到了今年年底了，申万我的铁口依旧摩擦当中，作用当中。很明显，这娱乐圈的缩水蛋糕，仅仅半年而已，就已经轻轻松松的把占据大份额的主流加顶流的李易峰给意外排挤出来了。这种惨烈的程度，让习惯铁口的申万我也突然不习惯了一整天。请注意，现在临近国庆，已经开始有风评这么说了。也就是说，当初王俊凯的《天空鹰猎》不就曾小火过一把？不少人都夸赞他比青云志时演技提高了不少，看得出王俊凯的演技一直是在提升的。但王一博不管是大火的《陈情令》，还是从如今透露的《长空之王》剧照来看，几乎都是僵硬的扑克脸，不知道是角色的类型撞了，还是演技完全没有进步。怎么样？能说会道的人总能事先抢占舆论的最高峰吧？说到这，您还怀疑申万我苦口婆心的相对王一博而言的票房无用论吗？票房对王一博是个绝对的加成，然而绝对成功的标准与核心又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您不熟悉的话，证明您还是需要重温一下申万铁口的。只能说，流量演员虽然能靠着粉丝大火，但是能火多久，还是要看他的品行、演技、上进程度和领悟程度了。对此你怎么看？更加有意思的是，申万我反复提到过，经常会一日三变的社会主义娱乐圈的游戏法则。这个法则同样会让流量演员们每日昏头没有缘由。特别是这个魔幻的2022年，只有您想不到的眼睛破裂，也有赵丽颖想不到的意外快乐。而且这份快乐很难用言语表达，懂的人自然懂。因为跟赵丽颖同个剧组的人有些不乐意了。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杨颖不再叫 Angelababy 了，辣目洋子也必须改回了原名了。杨颖不再叫 Angelababy 了。重要的是，申万我也用不着重复3遍吧？不相信的小伙伴，你可以等着看，看看今年下半年杨颖还敢不敢再叫 Angelababy 这个土的掉渣的英文俗名。申万我去年提到的汪大嘴又来了一波爆料，算是引发了不小的快乐地震，很有可能娱乐圈要来一波地震了。其实申万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早就该这样了，这一切早晚要来，只不过来的有些晚。关于杨颖的这个洋文名，申万我早就在文章中吐槽过了。可能中国人看着洋气，但是外国人就一脸不屑，甚至还会看扁你。这个名字就相当于什么呢？有网友举例说，就相当于一个不认识中文的外国哥们在手臂上纹了一个中国词，叫我是2笔，是一样的。杨颖的这个名字被网友嘲讽和嘲笑了好多年了，网友还给起了好多个绰号，有叫安哥拉宝贝的，有叫按住了掰比的，还有的网友说这是个错别字，还有叫什么安吉拉 baby 的，反正都不是好名字。粉丝喜地说，这叫艺名。相比之下，以前的老艺术家，比如赵丽蓉，人家的艺名就叫赵丽蓉，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一样的高大上。跟这位申万我同样敬重和喜欢的赵丽蓉一字之差的赵丽颖，可以说在名字方面同样算得上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一样的高大上。这就是时代的潮流了，真的非常的有趣，可谓风水轮流转啊。跟大家伙儿一样，申万我在小时候也曾经以为陈佩斯这个名字是个外国名字，其实人家身份证上就这个名字，老爸给起的。陈佩斯这个名字其实都算不上什么了。你看现在的演员，还有叫赵露思的，这比陈佩斯厉害多了。露思是谁？泰坦尼克中的大女主的名字啊，估计赵露思的爸爸是泰坦尼克的重度影迷吧。
给女儿起这么一个洋名。所以申万我说到这，必须提一提的是，现在这个风头甚至超越了杨子的赵露思，或许真的在某年某月某日，也要开始有一种无端被人挖坟和围攻的危机感和难言之隐了。其实呢，网友们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认为杨颖靠这个洋文名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另一派呢，则认为这个名字土得掉渣，比翠花和二狗这样的名字还土。辣目洋子现在也辣目了，也要改回了原名。闻风而动的辣目洋子已经亲自发了一条微博，称自己以后就恢复原先的名字，不会再叫辣目洋子了，还说了一句要听妈妈的话。在评论区有网友提到说，其实这个妈妈是有所指的，不得不叹服，这个辣目洋子其实挺聪明的，这聪明应该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喜爱的。还有网友评论说，杨颖叫什么不重要，她早点滚出娱乐圈比较重要。一向看不惯杨颖的网友评论说 ，Angelababy 这个名字让人尴尬死了。不过申万我感觉不止娱乐圈，这种让人烦不胜烦、没有营养、只有惊悚和浮夸的名字，在网红圈压根就是比比皆是。Angelababy 这种多少还能解释得通的尴尬英文名，多多少少至少还是靠边文化的。那些 B 站的老大们，或许现在他们的日子没以前那么好过了。感觉大家现在都挺沮丧的吧？有某人一手发起的夏日祭，现在被痛打落水狗，网上一片骂声，已经提前感受到了社会主义铁拳的真实威力了。整个 B 站上动不动就是这样记那样记的，还有 B 站的这些职位，比如什么智能机、直播机、放映机，还有什么木、什么酱、什么二次元，就差不能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上日本二字了。因此陆陆续续已经有多位识相的人已经在修改了。有好事者干脆跳出来冷言冷语地说，不用理会那些反对者和跳脚者，不想做中国人完全可以不用待在中国。怎么样，国家一出面，粉红拳登场，不识相的人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所以申万我也铁口提到了一个娱乐圈的生存刚需，同样是2个字的保命法则。熟悉本频道的您还记得吗？不记得的话，看看2个人就够了，就足够您深度回到申万我向来神准的铁口当中了。这2个人就是陈晓和王一博。话说电视剧《冰与霜》男主陈晓和王一博2人在片场的花絮相当的欢乐，私下更是成为好朋友。只是他们的合作老让申万我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人，那就是赵丽颖。是的，大家都知道陈晓和赵丽颖在《陆贞传奇》中因戏生情，2人有过一段无声却深刻的恋情。这段未成正果的爱情，至今令众多网友为其打抱不平，扼腕叹息。其后2人先后各自结婚生子，赵丽颖更是很快离了婚。2人无论是谁，只要感情方面有大新闻，势必都会被网友提及对方，可见此情多遗憾。而王一博呢，也因和赵丽颖合作有绯传出绯闻，并且传得有模有样。为此申万我去年的申八也是特别的热辣。只是到了魔幻的2022年和即将到来的诡异的2023年，这2位王炸姐弟云绯夫妇在私下已经没有了任何肉眼可见的端倪了，只是在电视剧花絮里、综艺节目里被有心的网友铁口的申万不断的捕捉了。现在当然有人老是质疑是粉丝们自作多情的臆想，因为这个大国崛起、人人富足的大时代，保命是最重要，想太多都是多余的。在申万我看来，避嫌就是避嫌，这话希望您懂的。2个顶流加深的有情人不可能私下见面，因为只要谈肯定会被24小时埋伏的狗仔拍到，毕竟2个都是当红的大明星，抓拍到一张就是申万我值得开篇1个月的题材了。而且抓拍到的人一夜暴富也是妥妥的。所谓人心隔肚皮，去年的王炸合作本来是申万我打算铁口的，好在申万我没有铁口，否则就打脸了。去年2人肯定接洽过，王一博肯定表态接下这部电视剧了。结果一出意外的粉丝造反事件，就跟李易峰被圈友闺蜜出卖事件一模一样，骤然而止的风雨让当事人狼狈收场了。警钟在耳，声犹不息。您觉得呢？现在好了，开心的陈晓和王一博成了打打闹闹的好朋友，赵丽颖跟陈晓也没了瓜葛，前任、现任和未来都成为了好朋友。
娱乐圈多小啊！以此类推，王一博目测还是那个单身且单纯的少年，赵丽颖依旧把所有热情都在工作上，戏里戏外的陈晓也没变，三个人都很棒，三个人都相互合作过，这样是否也算一种奇妙的缘分呢？当然了，娱乐圈的苦劳魔非陈晓莫属了。对于继续寻找突围空间和进步空间的赵丽颖、王一博而言，转型的路上依旧是坎坷不断，风险不少。申万我常说，2022年转型的关键字只有2个字，甚至2023年的关键字也离不开这2个字。这2个字可以说，王炸姐姐赵丽颖已经成功摸到了门栓了。那么，熟悉本频道的您，还记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提到过哪2个灵词妙字吗？早在赵丽颖幸福到万家大爆的时候，申万我就提早铁口了，赵丽颖的时间点踩准了，踩到了吐气的时间点了。而跟这个吐气或者掉渣异曲同工的，就是毁容这2个字了。上半年烂剧的海清已经通过这2个字成功笑到年底了。